因地沙县土陶村。这个村啊，是以专门制陶出名的一个村落。制陶呢，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村里的房子都是泥土坯房，很有特色。墙里边镶了残缺的陶器，有爬山虎。这个土陶这个咱们管在。谢谢。土墙上都种满了爬山虎。山东沅江济宁原件，这是一个土陶艺人之家。这是这个老艺人的简介。哇，家里的葡萄架，这是啥？怎么这么大一点点？家里院子啊，整个被葡萄架给占满了，非常凉快。老艺人手工制作的陶器，这个彩色的是上过釉的，碗、酒壶、花瓶，黄色的花瓶，镂空的。果盘，3种尺寸的，叠在一起。这个是原色的，没有上过釉的。这边也是。维族手工制陶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彩色的陶碗，老艺人啊，作品不少。这里有一个陈列室，老板。哇，这是好多证书啊！印地沙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维吾尔族传统磨制法土陶烧制工艺。
各种花瓶，各种款式和颜色的。550块到650块这种大花瓶一个。这是做好的陶胚，这边是个烧陶器的窑，窑。操作间，袋子里啊，就是制作陶器的原料粘土。这是一些做成的毛坯，还没有入窑烧制的。这是一个巨大的陶器形象，往外喷水。装饰画很有维族特色。刚才碰到一个导游，问了一下他啊，整个土陶村啊是原址重建的。很多家户的房子上面都贴着山东援疆济宁援建啊，就是我们山东的济宁市，他出钱，然后出力给这些村民啊全部翻新了新的房子啊。现在呢，这里呢也是一个特色的旅游景点啊。葡萄架，葡萄现在已经结的蛮大的了。但这还不能吃啊，还是青葡萄。典型的维吾尔族传统风格的村庄，沙漠边缘的绿洲，满村都是白杨树。雪山融水滋养了这片土地。墙体里边混合了麦秸，一些陶器啊，在墙上面做装饰。这家的门啊非常漂亮，很有特色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门非常漂亮。土陶展览馆，山东援建。
陶文化体验馆。你好，帅哥。你好。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吗？对。哦，你是第几代了？我是第6代。第6代了哈。所以说维尔族的这些陶器都是对称的啊。是的。你看上去很小啊，20岁有吗？今年23岁。23岁啊，哇，脸长得好小啊，就是好年轻的意思。我以为就是只有10几岁，啊。是的。各种小的工具啊，在这个陶器表面啊，磨平和雕出花纹。这位是师傅，在上面雕花。师傅，这个等一下回头还上釉吗？他能听懂吗？他说会不会上釉啊？上彩色的釉子，会上是吧？这是花瓶啊。可不可以不上釉？也可以上，也可以不上。可以上，也可以不上，是吧？可以上。哦。师傅听不懂汉语是吧？他应该是第5代了，或者第4代了。师傅听不懂汉语，专心的在工作。这个是粘土啊制胚的机器，这里有一些残的胚，又回炉到这个机器里，或搅拌器里面了。这边是一些半成品，3个熊猫。后边还有一些是烧好的成品。土陶烧制技艺也是新疆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个是传承人伊玛丽艾丽，就是刚才拍那个师傅啊。这里边是陶器展示，陶器展示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他们的作品啊，都在这里，也是出售的。水壶、酒壶，花瓶，各种盘和碗，绿色的碗好漂亮。这是一些木质的碗。上面是藏品，
可能年代比较久的陶器。树上挂了好多葫芦。虽然地处沙漠边缘，但是啊，村里啊，绿树还是比较多的，还有很多蔓藤植物。土陶村靠近公路的这一排房啊，建设的非常漂亮。旁边的沟渠就是引的昆仑山的雪山融水，浇灌田地，形成了沙漠中的这一大片绿洲。